大家好，我是山河，你们好吗？哎呀，好想你们，好想你们。想我了，感谢你们啊！其实距离去年录完节目到现在半年多了，感觉半年多写不出来段子了。因为脱口秀写段子啊，一般讲究一个负面情绪，没有负面情绪了。我现在，因为我去年成绩太好了，你们还记得吗？我是第7名，记得。什么概念？第8名何广智。第6名徐志胜，插足广岛之恋的女人。现在不是山河了，楚河啊。而且现在都有粉丝了，我也没想到，以前我以为粉丝嘛，就是喜欢这个演员，喜欢我，不是的，朋友们，粉丝不是喜欢我，拥护我。老霸道了，天天给我发私信说山河，我现在绝不允许任何人忤逆你。我不允许任何人呵斥你、教育你、贬低你。我说啊，我爸妈终于有人管了吗？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经常吐槽我爸妈。去年也在节目上讲了，我爸打压式教育，老觉得我不够优秀，相当于我的黑粉。真的，我录节目之前啊，我爸一直不支持我做全职脱口秀。只要我们这行业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爸就给我发来一张热搜截图，一句话都不说。后来我把我进决赛的视频发给他，我也一句话都不说，但我知道我们俩想说的是同样一句话 ，Kids 说话。去年确实成绩好，然后就很荣幸接到很多俱乐部的邀约，去全国各地演一演。我觉得出去演真的蛮好的，很长见识。我就发现啊，很多大城市公共卫生间越来越不一样了，真的，坐便好像越来越多了。但我说实话，干净的坐便太少了。有时候遇到脏脏的坐便真的难以下吞，而且尤其是有些咖啡厅、酒吧还有餐厅包间，男女共用一个卫生间，只给我一个马桶。就前面大哥上完，我一进去，你打开门那一瞬间啊，跟我高中打开数学书的想法一模一样。老娘不上了，太脏了，我纳闷了，这怎么马桶上到处都是啊？怎么弄的呀？哦，建的呀。但是网上好像一直在试图消除我们这种焦虑，说其实定期消毒的公共卫生间的马桶要比家里的马桶还要干净，比蹲便更干净啊！是我信，但我不敢赌。那万一不是定期消毒，是活期的呢？而且家里的马桶总不会有人蹲在上面上厕所吧？外面有人会啊，把坐便当蹲便使，这样坐便不就更脏了吗？那我觉得还是蹲便更干净，除非你把蹲便当坐便使啊。哎，我真的问过我身边很多朋友们，我说那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呀？他们说他们也不做啊，他们有固定的姿势，扎马步，方便不敢坐下，坐下不太方便。但是家人们，我扎马步太难了，我也胖我也矮，我扎好马步，我的屁股就跟马桶相切了。没办法，只能微蹲，没臀硬翘。实在没办法怎么办？我会撑着那个门把手借力，侧面看为我要跳水，还要注意压水花。容易飞溅。有时候真的撑不住了，一低头看见门上贴着什么，如果你遇到紧急情况请尽快联系我。好想联系他们呀，我打电话说啥呀？我说快来个人撑下我的嘎吱窝，撑不住了，快点。有的卫生间会稍微高级一点，人性化一点，他会准备那种一次性马桶垫纸，都用过那个对吧？那张薄薄的纸，我也不嫌丢人，我到现在不知道那张纸到底该怎么用，磨砂那面朝上还是光滑那面朝上，哪边朝里哪边朝外，中间那一块应该先撕开还是靠重力、地心引力什么的，是吧？你有时候刚铺好，一转身掉下去了，刚铺好自动冲水吸进去了，裤子都脱了。在厕所里张元英转圈3次。好不容易坐下了，那张纸跟定我了。
太粘人了。但更多的情况其实就是他没有那种一次性坐垫纸，我只能扯很多的卫生纸铺在马桶上，好浪费啊！我一个艺人，我没想到在厕所里说出那句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我那天遇到一个卫生间，虽然很高级，但也挺奇怪的，它都不叫卫生间，它叫智慧卫生间，老智慧了。它门口会有一个电视，屏幕上会实时监测这个卫生间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什么都有，没有纸。25个坑位，我进去，大家还在排队，大家都在排那2个蹲便。我当时呢很着急，打开一个坐便是脏的，打开一个还是脏的。我打开到第4个的时候，我感觉队伍里面给我一种眼神，收手吧，赌徒，你走的都是我们来时的路。出去一看，空气质量下降了，可能是我脏话太多了吧。其实我不是想搞什么蹲坐对立啊，就是。有的蹲便也很不方便，也很不干净，但是网上蹲坐对立还挺严重的，说我们这种不习惯公共卫生间坐便的人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说国外都是坐便，人类文明的尽头就是坐便。我觉得人类文明的尽头应该是文明吧。呼吁是没有用的，就应该制约制裁他们。我想了一个办法，不要搞什么智慧卫生间了，检测那些东西没有用，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就搞智慧马桶圈。它可以自动检测马桶圈的细菌数量，那个装置直接和卫生间的门锁串联，谁都可以进，用完检测干净才可以出。以后上卫生间就和留学一样，宽进严出。情节严重者直接关联征信，马桶老赖全国联网。以后马桶老赖只能去旱厕。谢谢大家，我是山河，谢谢你们。各位来为山河最后投票。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先听听罗老师的。我特别喜欢山河。今年我有一点遗憾，怎么讲呢？就感觉整体上就是比较平的讲了跟那个公共厕所相关的这些尴尬有趣的事情，然后就感觉还差一点东西吧，所以就有一点遗憾。好，然后我再问一个跑题的吧，如果公厕有你刚才说的那些。那些困境，就你有用过那种高浓度的酒精湿巾吗？那个应该是我有过，就是我当时好像第一次有这个情绪的时候，还发了一个朋友圈，下面就会有很多人说，那你去买那个坐垫纸呀什么。我后来也买过，但是我这个人出门确实也不喜欢背包什么的，我就觉得这种事情为什么要我去做这个消费？它不应该是我们自己去带这些东西的，不应该是我们来消费。是的，是，厉害！因为本身我就真的很喜欢山河，山河你好，又见面了 ，Hello， 好想你呀，好开心，好开心。而且今天聊的这个洗手间这个话题吧，我这个共感太多了。我就是吃火锅辣火锅，然后一堆人在那排队嘛，然后闹肚子，然后旁边人问说这排的什么队？我说啦啦队，哈哈。太破了，特别赶巧。他肯定是看见我进那个厕所了，然后敲门说大张伟吧，然后后来我说您那个，我说现在不方便，您等一会儿。他说好嘞，他就在我门口这么蹲着，这么等着我，然后从底下还塞东西让我签名。我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就是因为他开始讲的就是我过去这1年我赢了比赛以后，我开始人生有了一些转变，我其实想听那个转变，但最后我拍灯，为什么？比赛不就是在比此刻你能看到我演员的这个我的技术是否过硬，我现场的节奏是否，他非常的能力太强了，就这么一件小事儿，他讲得如此之有趣儿啊。其实我一开始我会觉得想听又不敢听，他的确太过鲜活，鲜活这个词儿，我能够有画面感，而且山河它本身的这种亲和力，让这一切本来听起来没有那么愉悦的一个话题，大家就是笑不可支，所以我最后是拍灯了。好嘞，再次强调，请公共卫生间的相关管理部门进行调研。也谢谢山河把这个问题通过脱口秀的方式带了出来，再次掌声送给山河。谢谢大家。下面一位选手大家也熟悉，他的段子特别值得琢磨，他的整个的表演内容都
很想让人细细品。掌声有请王子涵。大家好，我是王子涵。我之前去录过一个播客，那个播客刚刚上线，我就收到一个微博私信，就是一个观众发来的。他说：“子涵，你别听评论区的那些人瞎说，这种声音对我真的很重要。他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评论区有人骂我。但他说了，我肯定得去看一下。我看那个评论区实在太生气了，我就想自己去兑现。我朋友就劝我，他说算了算了，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狗一口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你有一天好好的上着网，跟别人讨论一部电影，你发表了一个自己的观点，对方突然就口吐信号，你正要还嘴，你朋友劝你算了算了，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狗一口吗？你这口气就憋住了。你为了想开点，你也只能劝自己说，对啊，没有关系的，狗虽然咬掉我一块肉，但我也新长了一个结节呀。你看我这日子过的，节节攀升。我不能再长结节了，我想当狗。我跟我的心理咨询师说了一下当狗这个想法，他一开始吓了一跳，听了一会儿才说，哦，你是想当这个狗啊。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分析，他说你所谓的当狗，其实就是想向外界释放你的攻击性。你可以从这个咨询室里面先开始练习，因为这个房间是完全安全的，我是你的心理咨询师，不管你对我做什么，我都会完全接纳你。所以那次我没给钱。我现在获得了这个当狗的能力之后呢，我也不会经常使用它。我现在的状态就是遇人则人，遇狗则狗。我只能承诺我不率先当狗，但如果有人跟我说狗咬你一口，你不能咬狗一口，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狗？前两天我的咨询师跟我讲，他说我觉得你找回攻击性的这个案例非常有意义，我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分享给其他的来访者？我说当然可以了。他说你放心，我会对你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我说那怎么能行呢？那他们怎么能知道是哪位脱口秀演员的心理这么健康呀？为了防止我的咨询师替我进行不必要的保密，我决定自己走上这个舞台，把这个故事讲给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叫王子涵，是一只边牧。谢谢大家。哎，子涵，你会想过，就是说为了舞台效果要多一些，就是表演上的或者是用词上的一些语气上，因为真的有点平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我今年也刚好做编剧嘛，就是我感觉我的那种喜剧技术主要放在编剧工作里面啊。然后我自己呢，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哪怕是国外的脱口秀演员，他也是比较平或者比较难进入的一种风格。所以我自己会把这个审美比较自私的保留在我的表演里面。好的，我们也请山河回到台中，来看一下山河和王子涵的票数。哇，山河246，恭喜山河进入晋级区。王子涵要进入待定区。